全球温度飙升，只因这个男人爱囤物资，就被伏地魔女友陷害，但却没想到重生了，不仅可以预知未来，还拥有了一个异空间。现在才2点半多，你就已经在打瞌睡，不想好好干的话，立刻给我辞职麻溜回去。柳如燕，她的顶头上司，也是财务主管，我刚想说话，却又打断了。慕凡，你立刻写辞职信，立刻，马上。说罢，他就摇进了独立办公室。我嘴角一翘，朝柳如燕的办公室走去。辞职信这么快就写好了？自从我入职以来，你一直在针对我，为什么？针对你，你也配？我毫不在意，反倒欣赏着这位顶头上司，确实妩媚得很。你在上班时间屡次开小差，我按公司的规章制度开除你，有什么不妥吗？告诉我为什么，我立刻就写辞职信。柳如燕挑了挑眉，因为慕凡上班开小差其实达不到开除的条件，他只是在吓唬罢了。因为你长得像我的前男友。卧槽，所以你就一直给我穿小鞋，就因为长得像你前男友？我当场就写起了辞职信，一边回忆上一世他的经历。你和苏建结婚3年了吧？你们合伙没少啃公司的钱吧？柳如燕如遭重击，立刻脸色大变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都准确的说出你们结婚3年，你还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你不用辞职了，以后我也不会再针对你，我保证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自然一言九鼎。我说辞职就肯定辞职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指着柳如燕。休想，白日做梦，痴心妄想。你这只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你是什么身份？敢对我有想法？我回去把门锁上。慕凡，这可是办公室，你不要乱来。我只要一叫，外面的人立刻就能听见。所以你和苏建啃了公司3000万的事情，也不怕被我说出去是吧？柳如燕立刻全身都僵硬了。你是公司的财务主管，而苏建呢，主管采购。按理两人如果结婚的话，公司肯定会让他们中一个换岗，所以你俩隐瞒了结婚的事实，而且苏建还虚报采购价，反正是自己老婆审批，3年下来一共啃了公司3000万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当然不会说我是从未来回来的，这在5个多月后是人尽皆知的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柳如燕虚报账目，啃取公司3000万，这得蹲多少年？柳如燕顿时就瘫了。你要多少钱？我不要钱，那是赃款，5个多月后事件就会曝光，而他如果拿了钱，自然也要一起去喝茶。你让我考虑考虑。这当然只是一个借口，她要和老公商量对策，怎么才能封住慕凡的嘴？你把我当傻子吗？我给你1分钟时间考虑，是让我走还是留下来，随你地便。时间来到50秒的时候，柳如燕终于开口：我去旧店开房，你先过去，我总得找个借口才能离开公司。又来缓兵之计？不，就在这里。柳如燕差点又暴怒，但把柄握在慕凡手里，她必须服软。半小时后，门突然被敲响，让两人都是一惊。柳如燕面色乍红，顿时有一种获救的感觉，而我丝毫不慌。我在地下车库等你，你最好在10分钟内过来，不然我就打电话给康总了。柳如燕哪里敢赌，最后一丝侥幸也没了，只有点头的份。2个小时后，我回到家，为了测试异能，我买了2斤半的小龙虾。只见我打开异空间，龙虾便吸了进去，而我也能够走进异空间。由于空间没有时间的概念，所以活物最多只能存活1分钟。末日高温后，冰块不但可以用来降温，还能化水饮用、清洗。所以下一步，一是构建安全加保温屋，2是收集冰块。我眼睛猛地一亮，要不干票大的，把2级的冰山收了。晚饭后，我前往体彩店，选了14场比赛，然后投了99注。1等奖的奖金总额是奖池的45%左右。随后突然手机铃声响起，左青青打来的。慕凡，你昨天居然没打电话，没发任何消息给我，今天还是一样，你是不是不想和我好了？我告诉你，追我的人多了去，你不知道珍惜，自然会有珍惜的人。然后他顿了一下，我同事今天买了一个包，超漂亮的，才2万块，你给我买一个，我就考虑原谅你。你想屁吃哦！然后果断挂掉了电话。另一头，左青青不可思议地看着手机，居然挂了我的电话，他怎么敢的？我才不会上你的当，相信不用几天，还是会屁颠的跑过来找我。当我快回到家时，隔壁的大门正好打开，走出来一个打扮精致的少妇，叫米小璐。只因她有次发现我穿着外卖员的衣服出去，她就百般嘲讽，更是高高在上的要求我立刻把房子卖了搬走。你怎么还没有搬走？这是我家，我为什么要搬走？你住这里不是拉低我们业主的层次，影响房价吗？我就住在这，暂时没有搬家的打算，要搬的话，麻烦你们搬。慕凡，你一个臭瘪三居然敢这么和我说话，你是要上天吗？行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可以考虑卖房。说。他摆出高高在上的姿势，你赔我1晚。只因我出门送外卖被邻居看见，邻居担心会拉低业主层次，竟要求我将房子卖了。我反手一句话直接让他恼羞成怒，你赔我1晚，我就把房子卖了。臭瘪三，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米小璐发疯扑了过去，我只是一推，米小璐就连连后退，她感觉被吃了豆腐。你识定了，识定了。她第一时间躲回了家里，打了110，治安调取了监控。我说明了情况，没多添一个字，最后推那么一下也是拒敌。穆先生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面试，请您不要浪费宝贵的社会资源。米小璐不服，晚上添油加醋告诉她老公郭海，
郭海听后大怒，来到我家门前，伸手就去抓我的衣服，不料就被我一只手给拎了起来。快放开我老公！放开我老公！我从来没有得罪你们，可你老婆却几次三番羞辱我，今天我不过稍稍反抗一下，怎么就成十恶不赦之罪了？你小鹿见状过来想掰我，不料也被我拎了起来。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，否则我就不会再这么客气了。我双手一松，两人就同时掉在了地上，重重的关上了门。老公，怎么办？郭海狠狠地瞪了老婆一眼。我们打110吗？你是傻的吗？是我们闯进了人家的屋子，人家只是把我们赶出来，让治安来抓我们吗？你居然骂我！你不傻吗？他俩回到家自然是吵了起来。我在隔壁隐约听到一些动静，而我给柳如燕发去了消息，还是老地方见。柳如燕就打来了电话。你以后不要给我发消息了，我怕被发现了。我们直接约好下一次的时间和地点就行了。没问题。次日一早，我去了体彩中心领奖，交了税后，到账只剩2亿。随后回到小区购买一套别墅，并联系改建商。第一，尽可能的坚固，炸都炸不开的那种。第二，隔热效果要像以前放自行车上卖冰棍的那种，大热天箱子里的冰棍也不会融化。满足这2点的基础上，尽可能的使用最好的材料。你这也太夸张了吧？但顾客就是上帝，只要钱到位，改成坟头造型都没问题。不过最重要当然是工期了，最快5个月，但是你要花更多的钱。我算了一下，完全来得及。费用吗？3000万，用上最好的材料。导弹我不能保证，但 C4 绝对不可能炸得开一道墙。要是不能兑现，你可以在海都到处宣扬，我从此退出这一行。回到家门口，郭海从里面走出来。郭海先是一愣，然后强装若无其事。我来到卧室，然后隔着墙打开一空间，然后把昨晚用过的宝贝扔了过去。郭海回到卧室，火一下子就上来了，看到这玩意绝不是他家的。你小龙，你他妈给我解释解释！你疯了，对我这么吼！这是什么？我问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我用的，这不是我和别人用过的，老公，我绝没有，你相信我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东西？他是长了脚自己跑过来的吗？快说你是跟谁用的？你小鹿怎么解释？郭海见老婆不说话，一大笔斗飞了过去。隔壁闹了3天，而几天我收了一大波食物和纯净水。现正以看地企鹅的名义坐快艇前往南极大陆，手则是悄然按在寒冰上，一空间将冰山都收了进去。随后来到潘帕斯草原，零元购搬空了一家屠宰场，又飞去了大漂亮，天天零元购，前后花了近4个月的时间，终于开着劳斯莱斯回到小区。难道传言是真的？木凡的小区买了个别墅，他哪来这么多的钱？肯定不干净，建议举报，好好查一下。小区业主们议论纷纷，看到木凡从加长轿车上下来，他们就不由得相信了。一位老妈走了过来，小木啊，我是陈阿姨啊，住16栋的，你这是刚从外地回来吗？你好像还没有对象吧？我给你牵线搭个桥呗。我女儿长得可漂亮了，硕士毕业，现在在银行工作，只比你大了3岁，人家都说女大3抱金砖，要不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，让她晚上推掉所有应酬，你们约个地方聊一聊。陈阿姨，我很忙，今天晚上肯定没空。那明天晚上呢？再说吧。陈阿姨追了几步就跟不上了，不过她肯这么轻易就放弃吗？我靠预知未来的能力，买足彩赚了2亿，反手就在小区购买了一栋别墅，业主们议论纷纷，有的甚至想将女儿许配给我。更夸张的是，前女友一家竟然想把别墅占为己有。28号的那栋别墅是不是你买的？是的。你怎么会有钱买别墅的？谈恋爱半年多，你居然不告诉我这么有钱，渣男！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我是你女朋友。早分了，我直接就摁掉了电话。亲亲，那小子是不是真有钱？左富贵问道。左母落贵芬，弟弟左阳也盯着他。那套别墅确实是他买的。别墅让出来给洋洋当婚房，你和他在原来的屋子里结婚。左青青皱了皱眉，他虽是伏地魔，但也想自己能够住上大别墅啊。怎么把别墅让给你弟弟，你还不乐意了？别忘了是谁把你带大的，现在只是让你腾一套房出来，又不会让你无家可归，你就不乐意了？再说了，那小子既然可以买1套别墅，以后就不能再买第2套、第3套吗？你先让你弟弟有房子结婚，这还在推3阻4的。不会的，姐姐最疼我了。行，别墅就让杨洋住。但左青青立刻又道：可是慕凡前几个月就和我分手了。左父差点一个大笔兜过去。你是不是蠢？信不信我捶你啊？没事没事，分手了还可以复合。我们女儿长那么漂亮，哪个男人能够拒绝得了？青青，你现在就去找慕凡，一定要劝得他回心转意。左青青只有点头的份，而我再去找柳如燕了。在路上的收到了夏冰的电话。东家有3个人自称是你女朋友的父母和弟弟，非要闯进来看看。我没有女朋友，他们是冒充的，你赶他们走，要是他们撒泼的话就报警。对了，别忘了开录像，毕竟有些老家伙会耍无赖的。行，我明白。7分钟后，慕凡又收到了电话。慕凡，你快点开门，我敲你们大半天了。我不在家，还有我现在跟你没什么关系，你这种行为属于扰民，再来敲门的话，我会打110的。我爸妈和弟弟去参观一下别墅，帮你看一下进度，看看工人有没有偷懒，甚至偷材料，一片好心。你为什么要让工人把他们赶走？我去，你这是什么脑回路？他们有什么资格进我的别墅？你是不是脑子瓦特了？早在4个月前就已经分手了，毫无关系。
你的脸咋就那么大呢？你是不是想知道我是怎么发财的？告诉你好了，我在世界杯的时候买了足彩，赢了2个多亿，又拿着钱买了黄金空投，反正又赚了，现在有20多亿。慕凡当然是故意耍他的，就是让左青青抓耳挠心啊！2个亿就已经让左青青呼吸停滞，大脑一片空白。7个限量款的包包是20多万，哪怕一天买1个包包，也可以整整买上3年。慕凡，我知道你是生我的气，才故意这么说的。其实当时我也是一时气过头了，才会说出分手的话。你离开的这4个月，我每天都在想你，真的。真恶心。说罢挂了电话。另一边柳如燕大怒，不是说只要你去了南极之后就不会再纠缠我的吗？她再三考虑之后，还是向苏建道：老公，我去看一下欢欢，可能今天晚上又不能回来了。没事。柳如燕在心中说道：明明钱是2个人一起摊的，为什么现在要由他一个人来善后呢？柳如燕走了出去，苏建才抬头看了一眼，表情有些复杂。已经10来天了，始终提不起一丝兴趣。医生说他肾已经透支，得静心休养个5、6年，不然的话何泽而渔。随后柳如燕愤怒地打来了电话：你不是答应过我，去了南极后就不会再纠缠我的吗？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慕凡，我警告你，那我跟你老公聊聊。你混蛋！次日，苏建正准备去上班，却接到老婆闺蜜欢欢打过来的。柳如燕不是正在照顾他吗？苏格，青青呢？他的电话打不通。柳如燕不应该在你那吗？思考一番，故作淡定地道：可能他手机没电了。对了，11月份那会，柳如燕还想约你去新西兰玩，怎么你们一直没去？去年11月，去不了，我被公司派去出差了。苏建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，老婆为什么故意骗他？为什么好几天都彻夜不归？柳如燕这些天比较忙，你最好不要找她，让她好好休息，等过了这段时间再说。行吧。苏建放下手机，愤怒至极，明白了一切，但再一想，一旦闹翻，将柳如燕逼上绝路，他也得喝茶。哪能就这么便宜了那个贱人？正好他打算移民了，现在的话，他悄悄把财产全部转到自己名下，在出国之外给公司写封举报信，让柳如燕一个人请去喝茶，他则是在国外吃香的喝辣的。贱人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我搬空了2级冰山，回到家反手买了一条狗，却遭到邻居的嫌弃，只因我养的是一只中华田园犬。你居然养这么土的宠物？我可不会惯着它。之所以被称为土狗，是因为它是我们国家土生土长的。你被洗脑洗傻了吧？养条狗都养出优越感来了。晚上老公郭海回来，米小璐把这件事说了，还定下结论：土鳖果然只配养土狗。郭海没有附和他的意思。老公，你怎么了？我们家马上就要欠一大笔钱了。怎么会？老公，你之前做投资不是都很成功吗？2级冰山离奇消失，黄金价格大涨，可我是做空，明天就要爆仓，血本无归，还得欠了一屁股债。那我们怎么办？郭海灵机一动，听邻居说慕凡是不是发了大财，全款买下了我们小区的别墅，你去求他，让他借我们点钱。我们闹得那么不愉快，他不会借我们的。你长那么漂亮，哪个男人能够拒绝得了你的魅力？就当是和我背，不就几分钟的事情吗？你可真够伟大的，还主动怂恿老婆出去卖，这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吗？行，我现在就去找慕凡。米小璐来到我家门口，可以先让我进去吗？进来吧。米小璐把自己家遇到的问题说了出来。只要我们撑过这段时间，等金价下跌，我们就可以一下子赚到许多钱。你借我500万，半个月后我还你600万。他100个比翼慕凡这种土鳖三，所以他宁可多给慕凡一些利息，也不想对慕凡玩。当然，现在只是在画饼，半个月后金价就一定会跌吗？隔壁家投资失败，面临破产的风险，源头居然是他。他搬空了2级的冰山，引发了全球的避险情绪，导致黄金价格大涨。你所说的高利息都是建立在金价会跌的基础上，可万一金价不跌呢？别说利息了，就是本金你也还不了，所以别想给我画饼。米小璐咬了咬嘴唇，这个土鳖三果然没有那好骗。那加上我呢？只要你肯借钱，你就可以得到我。只要金价一直上升，那500万投进去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水花，2000万甚至5000万都得砸进去，你下面一定是想要赚吧？土鳖三就是土鳖三，说的话太粗鲁了。借钱就算了，不过哪天活不下去了，我不介意收留你，和我家小黑一样，多养一条完全没问题。你居然把我比喻成狗，他差点暴走。不是你自取其辱的，还有别人说你一下就破防了，那你以前对我百般羞辱，我又应该怎么和你算账呢？慕凡，算我求你，你不借钱的话，我们家就要完了。你陪我睡一次，我给你1万块，这个价够高了吧？睡1000次就1000万呢。做梦，休想！站起身就腾的走了，他又不是鸡。过了一会，隔壁传来激烈的吵架声，而另一边左家可是鸡飞狗跳。赔钱货，连一个男人都搞不定，你还能干什么？你这么笨的，进了慕凡的家，直接把衣服一脱，他要答应跟你好，那自然一切都好。如果他不答应，就大喊说他非礼，看他听不听话。男人哪个不偷腥？女儿，我敢打包票，只要你脱光光，那小子不扑上才怪。对啊，姐，舍不了孩子套不了狼。再说了，以后我们是一家人，你又不会吃亏的。左青青一点也不意外，自己在家里就是一个工具人，为弟弟服务的。我再去找他。说罢，他果然又去找我。
走到门口，我果断拨通了物业的电话，不出5分钟，左青青就被保安带走了。次日吃了早饭，就带着小黑去溜达。我坐在长椅上，让小黑休息一下。一个大妈也牵着一条吉娃娃过来，立刻就狂吠了起来。小黑毫不服输，低吼以示反击，这把吉娃娃惹恼了。大妈又没有牵狗绳，吉娃娃就扑了过来，2条狗直接打了起来。一会便见那吉娃娃惨叫着往大妈那边跑。哎呦，儿子你受伤了！只见吉娃娃的眼角被抓伤了。你家的狗把我儿子咬伤了，你要怎么赔？你儿子，首先是你遛狗没有牵绳，更没有管住你的狗，是他先冲上来的。第二，小黑断奶都没有多久，你家狗连这样的奶狗都不打过，还好意思说？你这是不认账，不想赔是吧？赔，当然要赔，不过是你赔钱，你家狗子吓到小黑了。大妈拿出手机就开始摇人，儿子，快点过来，宝宝受伤了，我就在楼下。不一会，一个彪形大汉气冲冲的跑了过来。大妈遛狗从来不牵绳，不料这次却被我家的狗干翻。大妈不仅要求我赔钱，还叫儿子下来讨说法。乖乖赔钱吧，这狗花了3万，狗粮吃了大几万，还得赔我妈的精神损失费，一共就20万。你这是讹诈，非要我用难堪的方式解决问题吗？刘存东伸手就要去抬起，我反手一框，刘存东就瘫在地上。打实人了，木凡实人了。马月兰一边叫，一边则是冷笑，快赔钱，不赔钱就等着牢里蹲吧。对，有人要讹诈我，我只能报警了。治安员来了，马月兰恶人先告状。木凡遛狗没有牵绳，还咬伤了我的狗，还想要对我动粗，还偷袭我儿。对，我现在很头晕，脑震荡嘛也检查不出来，你就乖乖赔钱吧。还好刚刚留了一个心眼，把整个过程录了下来。只见我从口袋拿出手机，递给了2名治安员，他俩都是一惊，刘存东居然一把抢过，砸在了地下。哎呦，刚才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失手了，放心，手机钱我肯定赔。 2名治安员也很无奈，证据也没了，咋办？只见我从座位上拿下一部手机，刚才拿错了，这部手机里才装着视频。我看了眼刘存东，你要不要再不小心失手一下？没事的，我已经上传云端备份过了。我特么！2名治安员看了，结果就清楚了，确实是刘存东挑衅在先，莫凡只是在自卫而已。我不要求别的，只要个道歉。另外以后遛狗要牵狗绳，当然了，坏掉的手机肯定是要赔的。月兰母子自然耍起了无赖，没门，大不了把我们抓起来，抓呀抓呀。行，不过我这部摔坏的手机总要赔吧？不赔也说不过去，硬着头皮说我赔1万。你是微微还是支支宝转账？什么？你抢钱啊？最新款的菠萝20已经少收你999块，你也不感谢我一下？刘存东哪里笑得出来？这部确实是最新款。刘存东肉疼无比，咬着牙转账，便对穆凡森冷一笑：这笔钱你可要好好花。3天过去，隔壁传来砰砰砰的拍门声音，我开门去看，讨债的跟你无关，回你的屋去。我恍然，郭海应该爆仓了。快点还钱，我们天天都会过来。另外，我们还会在小区里拉横幅，告诉所有人你们欠钱不还。这么一番话，里面的人就出来了。我们现在没钱，宽限一些时间，我们一定会还钱的。还是一个美女呀，光是利息1天就是2000多，你怎么还？不过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你每天陪我们睡一觉，就当是还利息，怎么样？米小露脸都吓白了，关键是什么？投资的期货爆仓之后，郭海居然跑了。钱一定会还，现在请你们离开，否则我就报警了。我们既没有打你，也没有破门而入，相反，欠债还钱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他目光一扫，看到了看热闹的我，像抓到了救命稻草。穆凡，帮帮我！不是让你滚回去了吗？别给你脸不要，不然弄死你！简单，进我屋子，我保证他们不敢敲门。不过你进来的代价可是当我的宠物。领头的男人见状大怒，大步朝向我，伸手就要推，而我轻轻一扣，他就坐在地上。剩下的3人依旧如此。米小璐见状跑了过来，你们跟隔壁讨债我不管，但是吵到我可不行。另外，要是让我闻到什么臭味，那我可要不客气的。见识过了穆凡的武力值，那4人莫不吓得身体一颤。米小璐坐在沙发上，对我产生了一丝丝的崇拜。你老公呢？他跑了，一被平仓，他就离开了家，打电话不回，发消息也不理。我倒是有个办法让他主动找你。怎么做？我微微一笑，拿起他的手机，打开相机，一手搂着米小璐，按下快门发给郭海。不出现3秒，郭海就打来了电话。米小璐，你他妈怎那么贱呢？我才离开几天，你就迫不及待了，发给我是什么意思？逼我离婚吗？我告诉你，钱是我们结婚期间借的，哪怕离了婚，这也是共同债务。借钱的时候陪穆凡睡你不肯，现在老子期货爆仓了，你他妈居然送上门去了。你欠了人家一大笔钱，自己却跑了，让我一个弱女子来面对讨债的流氓，居然还好意思说我，你赶紧回来，把你欠的钱给填上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真要和穆凡了。郭海啪的把电话挂了，而米小璐跟我约好了，帮他挡一次讨债的，他就要感谢穆凡一。次日我带着小黑来到楼下，刚走了没几步，便见一位大妈迎面走了过来，手里还牵着一个人，迎面就叫道：小穆啊，我把女儿带过来了，你们好好聊聊。高温末世悄然逼近，而我凭借记忆狂赚2亿，并在小区买栋别墅。大妈得知竟带着女儿堵上门，然而就当我询问择偶标准的时候，身高178以上，年龄在30岁以下，
有车有房无贷款，银行存款吗？怎么也得有个200万吧？你在许愿吗？国内男女比例失衡，有3000万男人找不到老婆，以我的条件要求过分吗？被各种毒鸡汤洗脑了吧？你还是把这个机会留给别人的吧。不要以为你有了几个臭钱就可以目中无人，我在银行里每天过手的钱至少几个亿。这女人的智商有点问题，这也是硕士生。赵思思突然被拽到了后面去。女婿啊，你什么时候和我家青青结婚？将赵思思拽到后面去的正是骆贵芬。我和你女儿已经在4个月前分手了，你可不要乱叫。左阳恼了，我姐跟你谈了半年，你说甩就甩，休想！女婿啊，年轻人吵吵闹闹很正常，你们的年纪都不小了，赶紧领证吧。我强行挤了出去，利用空间之门将他们鞋底沾满胶水，动弹不得。半个多月后，我来到别墅验收，很满意，并爽快地结清了尾款，然后用手机连接了别墅里的所有摄像头，正要离开，只见隔壁18号别墅有一辆奔驰车开了出来。18号的业主吗？递上一包华子后，保安就口若悬河起来。是的，那美女确实是18号别墅的业主，叫于初桐，据说是个富二代，2年前一个人买下了18号别墅，平时看我们都不带正眼。10几天过去，我正式搬家，住进了别墅之中，末世还有11天就会降临，而柳如燕主动打电话过来的。慕凡，救我，你一定要救我！苏建这个王八蛋，他带着所有钱去了马来西，并说给我2个小时间，他在下午4点半会发邮件给公司，把我和他关于公司3000万的事件捅出去。我本就打算过2天就把柳如燕带过来的，只是现在得提前一些，在面包新宇门口等我。很快，我利用异空间的能力将柳如燕毫无痕迹地带到了车库，而手机显示门铃一直在响。我过去，只见左青青一家4口正整整齐齐地站在别墅门口。哎呦，我们家青青好几天没有看到你，都茶饭不思了。姐夫，你就不要和我姐闹别扭了，赶紧领证吧。左阳也连忙说道，他现在比谁都急，他想靠左青青挖空我口袋的20亿。木法，之前是我不懂事，你就原谅我一次，好不好吗？让开，否则我就叫保安了。女婿啊，你就不要再怄气了。我没搭理，直接进去。作孽啊，真是作孽啊！我们家怎么就遇上了这么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了？他们一想到慕凡坐拥20亿，他们都是坐立难安，最后还是灰溜溜的走了。回到家后看到一条新闻，说太空卫星监测到了太阳的异常活跃，预计很快会对蓝星造成影响。我上楼去了，而柳如燕已经等我很久了，半个小时后才问外面情况怎么样了，有没有人过来调查我，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里？没人调查你，还有半个月，还剩几天你自己捡就是了。时间很快来到了5月3号，小区中的业主都在热议，说着阳光突然可以伤人的新闻。我来到客厅，你看新闻了吗？怎么了？太阳光现在怎么说呢？好像有毒一样，被照一下，皮会很快坏死，哪怕穿着衣服也没用，只是坏死的速度慢一点。他没有说下去，只是满脸恐惧。我打开手机查看一下，外温是35度，内温还好，因为开了空调，只有26度，很舒。慕凡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前些日子2级的冰山突然消失了，现在阳光又好像有毒，甚至气温还会升高，难道世界末日要来了？有可能。柳如燕顿时无力地坐了下来，这个事实的冲击力太大了，她一时无法接受。不过你可以想一下，你老公虽然把所有钱都卷走了，但现在嘛，呵呵，可能1毛钱都花不出去了。柳如燕不由眼睛一亮，这也算是苦中作乐了。她当即就要给苏建打电话，却被我拦了下来。马来西的太阳比我们出来的晚，你现在提醒他，说不定他还有时间囤点货。柳如燕不由点头，果断取消了打电话的念头，接着带着他去1楼逛逛。他故意让柳如燕看到1楼的储存室中有大量的物资，让柳如燕不由得松了口气。走，去车库转转。柳如燕当然不敢了，她现在可是被追捕的人。现在还有人来抓你？柳如燕一愣，不由地点点头，接着从地下室进入了车库。这里怎么那么多人？家里实在太热了，而在空调没啥作用的情况下，那地下车库反倒会稍微凉快一些。众人都在骂着这鬼天气，但现在没有人意识到这场灾难将会持续很久很久。他带柳如燕下来，只是让对方体验一下外面有多热罢了。太热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2人回去，一股沁人的凉意顿时扑面而来。家里怎么会这么凉快？给家里加了点冰，温度当然下降了。你哪来如此多的冰块？你只要知道能够住在这里就足够了。柳如燕不由一凛，现在外面已经一团乱，没有人会去追究你和公司财务的事情，你可以离开了。他想了想，至少在慕凡手里的冰块消耗完之后，他是绝不可能离开的，赶也不走。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。任何吗？任何。突然柳如燕不由想到了自己那绝情的老公，顿时就来了精神。我现在可以给苏建发视频了吗？可以，只是几秒，那边就接通了。你居然没有被请去喝茶？不可能了。柳如燕冷笑。苏建，夫妻一场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背叛你？是你先背叛我的，你这个贱人！第三者是谁？柳如燕却不答，展示储物间大量的食物，还有现在的室温。你卷走了所有钱又如何？现在能吃钱，还是可以让钱给你降温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你那边可是马来西热带地区，应该比这里更热吧？你是不是在第三者那里？那是我的主人，没错，我现在就在主人这里。快点告诉我是谁！我自然听到了，不由凑了过去。好像见过你，你是柳如燕部门的。因为他听老婆抱怨过，说部门里有个人长得很像他的前男友，屡屡被他故意穿小鞋，自己的老婆居然被他一直厌恶的男人玩弄了。
远在马来西那边的苏建气得一口闷了出来。我在阳台吃着车厘子，邻居想花高价求购，只因高温来袭，能补充水分的食物竟成了暴殄天物。我想买你的水果，不卖，你尽管开价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一个晚上。于初桐先是一愣，气得直接回了屋子。末是第二天，气温急剧上升至50度，前女友左青青竟然发来一条消息：你这个兔崽子，有了20亿又如何？你花得掉吗？我将储物间的食物以及室内的温度发了过去，几秒之后就发来了视频通话。木哥哥，人家刚才是和你开玩笑的，你不会当真吧？哥哥，你那边怎么会只有24度？我喝了几口万事可乐，让他不由得吞咽起了口水。之前哥哥一直想要，我现在过去给你好吗？现在好像末日都要到了，我还没有过呢。晚了，我已经有老妹了。左青青一惊，这么快就找到新欢？可这鬼天气来的那么突然，他肯定不在你身边吧？木哥哥，让我来陪你，好不好？我调到了后置摄像头上，柳如燕便走了过来。木凡，你太过分了，我们才分手多久，你怎么可以就另结新欢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我不是怕你被骗吗？那么多钱，被一些爱慕虚荣的女人盯上也很正常，他们爱的只是你的钱，只有我才是真爱粉啊！你不要再来找我了，人家会误会和吃醋的。说罢挂掉了通话，打算去看看米小璐。我看中的玩具可不能让别人截了胡。来到走廊，却听到激烈的争吵声，驻足听了一会儿，郭海居然在劝自己的老婆当坤，说楼上的老王愿意出1瓶纯净水外加1包方便面，楼下的张大爷更愿意给3斤大米，而郭海居然当起了皮条客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答应老王了，等下他就会过来，你识趣点，不然我不介意帮忙按着你的手。米小璐简直崩溃。郭海在灾变前1天回来，还以为回心转意，居然是这样的货色。房门突然敲响，米小璐不由吓得尖叫起来。门打开，站在那的却不是约好的老王，而是慕凡。咦，怎么是你？你的行情可真是好啊！又来一个一次至少1瓶水外加不少于半斤的粮食。不过你来晚了，先回去等等，轮到你的时候我会叫你。我都吃惊了，你第一次当皮条客都如此熟练的。我透过郭海对米小璐道：想不想跟我走，当我的好兄弟？郭海刚想拔拳，可想到之前那回事，他不由就顿住了。我要跟你走。他咬了咬牙，走了过来。你敢？他扬手就要大笔斗，手腕却被我握住了。打狗也要看主人，谁给你的勇气？我松手，他就掉到一边。米小璐没有一丝心疼，只有快意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老公嘎了。突然门被推开，走出来一个男人，王新建，就是郭海说的老王。已经完事了吗？他笑着走过去就要去拉米小璐，米小璐连忙躲在我身后。小郭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费用我已经支付你了，你想赖账？现在1瓶水1包方便面代表了什么？是命。你拿了我这么珍贵的东西，居然想要赖账？郭海收了你的东西，你问他去要，他还不了，你也可以知难而上，反正跟我没有关系。慕凡，我们走。我不管，反正我已经付钱了，今天我特别的非要得到你。老王上前，不一会儿两人都掉在一边。麻溜一边去。接着来到地下车库，启东城是一个万人社区，地下车库当然也大得惊人，走到28号别墅需要好几分钟的。回到家，清冷之意顿时扑面而来。我可以喝点水吗？我还以为你会有更高的要求，冰箱里有饮料和水果，你随便吃。待他吃完，我就让他去洗香香，而我也跟着过去。1个小时后回到客厅，我又拿出一些食物，他刚才只是吃了些水果，又被慕凡折腾了1个多小时，肚子自然是饿的。手机突然响起，郭海发的视频，要不要接？接啊！慕凡，我已经玩够了，你只是捡了我玩剩。米小璐冷笑，切到后置摄像头，郭海直接就把视频给掐了。柳如燕也走了过来，两女的眼神只是一碰撞，就立刻意识到对方应该和自己一样。我自然看得出两女的担忧。物资的问题你们放心，有我在，绝不会让你们饿着渴着。不过想要住在这里，必须遵守一条规矩，就是听话。柳如燕两女同时点头，一个比一个表现的乖巧。她们现在最怕的是什么？被慕凡赶出去。你们好好相处，多多了解，毕竟你们懂的。另一边，郭海渐渐冷静下来。慕凡手里有大量的物资，而且不知怎么回事，他还有降温的手段。如果我可以弄到手，那等于拿捏住了所有人的命脉。不过我一个人可不是慕凡的对手。他立刻去找王新建。老王得知计划后，你可真够狠的。不过2个人还不够，至少还得再上1个人。再拉上刘存东怎么样？可以，不过刘存东是个泼皮，我得先和你结成同盟，免得把慕凡弄嘎后，刘存东独吞所有。两人便一起去了刘家。他问了好久才终于出来交谈。慕凡真的有大量物资？我绝对肯定，我就看到有奥龙、牛排这种。你想，慕凡可以大方的把这些食物给一个婊子吃，他手里肯定掌握了大量的物资。刘存东缓缓点头。事成之后，米小璐归我，没问题吧？他额头上青筋跳了跳，却还是挤出了笑容。没问题。刘存东3人都是带鱼而行，通过地下车库来到我家负1楼，单打独斗，他们都被慕凡收拾过。可是3个一起上慕凡还有胜算吗？你去敲门，就拿你老婆说事，说要和慕凡谈一谈。高温末世降临，而我囤积大量物资，3人得知竟想占为己有，殊不知地下室有3个摄像头。你们来干嘛？你他妈抢了我老婆，你朋友10箱方便面和水，这贱人就送给你了。不然的话，我明天就在小区里到处宣扬。慕凡暗暗笑了笑， 10箱太多了，我顶多给你个5箱。郭海3人听了，莫不心中激动。
好，5箱就5箱，你把门打开。只听咔的一声，房门解锁了，他与刘存东3人同时挥起鱼冲了进去。爷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只见他坐在至少4米开外，他是遥控开门的，好狡猾的家伙。不过这里好凉快。你怎么做到的？我用的是冰块，看到墙壁4周一圈的金属吗？后面是管道，管道里是冰块，冰块融化了，自然就降低了屋子里的温度。你他妈居然还有冰块！你居然把珍贵的水用来降温！刘存东先是一愣，然后就大笑起来。很好很好，慕凡，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，这栋别墅我收下了，还有你的女人我也笑纳了。就凭你们3个人，3把破刀。王新建往前走，突然整个人就凭空消失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你做的对不对？在我家肯定是我做的呀。郭海吓得连忙倒退，可一退，整个人就消失了。那2个人呢？是不是你弄走的？猜对了。下一秒，刘存东也掉进了空间之门，一夜过去，气温开始飙升55度，业主群有人艾他了。我儿去和你做生意，用食物去换水，结果带着食物过去了，却再没有了音讯。大部分人都相信了马月兰的话。啊哈，那我问你，你儿子带了多少食物过来？2箱饼干。慕凡走去储物间，拍了一段视频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多的物资，满一屋子。慕凡都有了这么多物资，还需要骗你们2箱饼干？笑死我了！就好像我有1000万，却还要去骗别人100块。而发现慕凡在业主群中炫富后，左青青一家都愤怒无比。这个蠢货发了点财就沉不住气，季瘟疫便才几天，他就忍不住开始炫富了。与其让别人抢了，不如便宜我们。事不宜迟，今天晚上就行动。青青，你负责让慕凡开门。左青青点头，一脸的自信。慕凡还是不能忘了我，我只要说愿意给他，他一定会迫不及待的开门。你们2个负责动手，第一时间弄嘎那畜生。之前求了他那么多次，老娘的脸都丢光了。没问题。慕凡屋里还有一个女人，他也嘎掉吗？漂亮就当洋洋的女人，他女朋友不在这，男人不能太久没有女人，会憋坏的。左阳连连点头，一脸的期待。左富贵也动心，不由荡漾了一下。而小区另一户李静家，他也得意无比。这家伙竟然通过我的好友申请了。她是个37岁的单亲妈妈，可女儿李小小却已经18岁了。这对母女可是职业玩家，专门在网上扑男人。她向慕凡发起了视频通话的请求。慕凡，你可以收留我们母女吗？只要你肯收留我们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。而且小小也到了找男朋友的年纪。一看视频我傻眼了，你们2个开了美颜也就70分的样子，这还想勾引我？不可以！他果断挂掉了视频。李静则是开动脑筋想了起来，慕凡骗不到，那别的男人呢？而邻居张氏也通过了请求。慕凡，我需要大量的食物和水，你开个价吧。张总，现在钱还有用吗？怎么没用？灾难总会过去的，只是时间问题。慕凡知道，越是有钱有势的人，就越是希望这场天灾早点过去，这样他们手里的钱和权才能保住，继续做他们的人上人。那不好意思了，我不接受。这样吧，你给我1半物资，我把我手里的股票分你1半。当然了，只有分红权，没有投票权。张总要是拿不出让我心动的东西，那就这样吧。一个小年轻，不过是赌球赢了点钱，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。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这该死的天气阻断了交通，不然他一个电话将公司的保安队伍调过来，慕凡还不得跪在地上叫爹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只对美女有兴趣。张氏当然不是笨蛋，他只是一愣，就知道慕凡所指为何。你居然敢把主意打到我的头上，慕凡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如果在几天前，信不信老子花几百万买你的命？张总错了，也不要自作多情，我对你又没有兴趣，而你屋中那位，他要是受不了诱惑主动找我，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还有，再威胁我的话，我可不介意弄死你。张氏气急，不去理慕凡了。他看向自己的小娇妻，这个才20岁出头点的美人，水嫩多汁。老公，你怎么生这么大气？慕凡这个不长眼的东西，居然拒绝了我所有的提议。程牙不由一惊，我们的食物和水顶多还能再用上10天，到时候……我当然知道，可那小子油盐不进，难道抢吗？然后他将目光放到了小娇妻的身上，不由生起了一个主意。你慕凡不是好色吗？你不知道色字头上还有一把刀吧？慕凡通过的第3个人，网名叫一叶孤舟的，通过申请我急忙问：都市寻芳记是不是你写的？是，我是作者。还真是，这个世界也太小了。我直接给对方发去了视频通话，打算拿物资作为吸引，让对方每天码个10张20张，让自己看到爽。屏幕中出现的约莫30岁左右的美女，不由愣住了。不要告诉我，你就是一叶孤舟。我就是一叶孤舟。都市寻芳记真是你写的？是啊，我这里还有3张存稿，要不要发给你确认一下？对了，我真名叫林婉秋。行，等下你把存稿发过来让我看看。对了，现在反正没有审核了，你完全可以写的再奔放一点。好，等下我再丰富一下内容发给你。你每天更新3张，我给你1顿的食物和水，6张翻倍，9张就是3倍，多了就算了，我不干杀鸡取卵的事情。那就先谢谢老板了，我这就去码字。现在我打算去关心一下宋清允了，此人正是之前调查米小璐公司的人，现在被困在一家饭店里。我准备了1份盒饭，另加2瓶水挂在无人机上，同时给宋清允发去了视频通话。把门开一下，
我用无人机给你送了点东西，放心，免费的。晚上我来接你，保证你不会再吃一点苦。宋青雨没有说话，不反对就是默许了。接着他又给妩媚小姨送去了一顿吃的，完成了承诺。夜幕悄然降临，好，可以去接警花妹子了。慕凡正要出去，却听到了手机传来的报警。地下室的门口正站着2个人，张氏和他的小娇妻。咦，这是宋七上门。高温末世，男人得知我家存有大量物资，竟想用美人计引我出来。我来到地下室，利用遥控开门，2人走了进来。张氏从背后掏出手弩，对准了慕凡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确实有些小惊喜。别他妈给我耍嘴皮子！现在给我乖乖出去，别逼我弄嘎你！这里每一扇门都需要用指纹解锁，我这么离开的话，你连地下室都出不去。张氏看了一眼，车库门上并没有门把手，立刻把我的指纹录入进去，别耍花样。张氏慢慢的向着大门退了过去。你看着他，只要稍有异动，立刻大叫。小娇妻点头，张氏才转身将指纹放了上去。突然一股电流袭来，张氏直接全身酥麻，我上前绑了起来。你这也太不上道了。不过张总还是把娇妻带了过来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敢碰他一根头发，我就嘎了你！慕凡走向程牙，这女人直接被吓傻了。张总真有眼光，尊夫人有容乃大。来，我带你参观一下。自己的男人一被拿下，他就吓得六神无主，乖乖就跟着慕凡走了。当他亲眼看到储物间内堆满的食物，你愿不愿意在这里做客？程牙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下来。2人回到地下室，给张氏松绑。行了，张总可以回去了。张氏一愣，这就放了我？你耍我呢？我和张总不同，向来是以德报怨的。他把张氏推出了门，合金门就在他身后关上了。张氏突然反应过来，慕凡，快把我小娇妻放了！你特么的！行，那我问问你老婆愿不愿意跟你回去？程牙当然知道这是慕凡要自己那头名状了。老公，真是对不起了，我以后就跟着慕凡了。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慕凡放了自己，这是要自己品尝戴绿帽子的苦酒啊！接着安排程牙去了卧室，所有人没有慕凡的允许，也只能待在3楼，根本出不了自己的房间门。慕凡坐着异空间丢出的皮卡开出了小区，18号楼上，于初桐不由瞪圆了美目。慕凡的车居然还能开，这可是个宝贝啊！要如何向慕凡借到这辆车呢？半个小时后，皮卡撞开了饭店的大门，直接硬塞了进去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上来！半小时后，回到了客厅，一股清冷之意扑面而来。宋青允一露出了震惊之色。现在大家一瓶水都难求，你居然用来治病降温？跟着我，你可以衣食无忧的活下去。反之，之前3天你是怎么度过的？不用我复述了吧？我虽然不是好人，但还是很有原则的，就是从不强迫。宋青允咬着嘴唇不说话。你愿意跟着我，我供你吃喝，但前提是你一切都得听我的。慕凡没有逼他，而是走过去，将他轻轻一抱，手机中却传出了报警声。又是左青青一家4口。来到地下室，遥控开门，左青青一家4人都很猛，怎么慕凡就开门了呢？上面的摄像头看到我姐了，那家伙对我姐还念念不忘呢。很好，等下青青你就对着那家伙使点，必要的时候不妨把衣服扔了，给他一些甜头，然后你们爷俩趁机弄打那家伙。可是怕什么？一个是你爸，一个是你的弟弟，看了会怎么样？于是4人走了进去，只见屋里还有2个人，一个站着，一个站着。这就是老姐说的，他末世前带回来的女朋友吧？这个妹纸就要归我所有了。左富贵也老眼放光，不由地色心大动。别管那么多，反正我们已经进来了，把这家伙嘎了不就好了吗？而且这个妹纸我也要，不然我就在一边看着了。一个老东西居然在这时候开条件。说好了，这是我的。洋洋听话，你周1到周5。宋青云有些茫然地看着慕凡，他只不过被困在饭店中2天多，连头带尾也就3天，怎么世界居然变得如此陌生？这4人是我前女友一家，她叫左青青，是个伏地魔，要让我把自己的房子让出来给他弟弟结婚用。他弟不学无术，标准的啃老族，他们是什么德性，你也应该可以听出1、2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左家自然都是大怒，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，我只是让你把房子腾出来给我弟弟当婚房，你就和我分手，你根本就是虚心假意，是个渣男。不用跟这种混蛋啰嗦，留一口气最好了，把他给活活气卡。他俩冲了过来，你就乖乖当我的妹纸，只要想办法讨我开心就够了。便迎了过去，闪电般出手，就2下而已，整个世界就安静了。洛贵芬傻眼了，好女婿啊，我们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可真是厉害，难怪你敢把物资照片放在群里，就你这身实力，谁能打得了你的主意？这下妈就放心了，你的别墅这么大，多住4个人肯定没问题的。我走过去，一个大笔兜子也晕了过去。慕凡，我妈都说了，我们只是和你开个玩笑，你怎么可以下手这么重？我看向左青青，故意露出一抹犹豫之色，然后似乎下定了决心。你走吧，我相信这件事情与你无关。慕哥哥，你真好，而且你最了解我，知道我是被他们逼的。我先走了，我相信一定会慢慢挽回你的心。慕凡打开地下室的门，左青青跑了出去。宋青允一呆，慕凡居然还会心慈手软，甚至这么傻。接着慕凡回了别墅，自然洗起了鸳鸯浴，然后便给宋青允安排了一下房间。玩归玩，千万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。回到房间后，慕凡倒头就睡，不一会儿被手机的报警声吵醒了，来的却是一个女人。
一副鬼鬼祟祟的模样，好像生怕有人会看到他似的。次日，小区业主都得知我对付前女友一家的事情，有业主另建立了一个群，并且企图掠夺我的物资。这个木凡还真够狠的，左家3人太难了，不是恶嘎就是可嘎，要么活活热嘎。不过左家都有2个男人，为什么还是没有弄得过木凡？这家伙很厉害的，刘存东你们知道吧？专门帮人收债的，之前和木凡发生过矛盾，结果很轻松就被木凡放倒了。张仁突然插口，现在是左家3个，你们还能坐着看戏，可哪一天被对付的是你们呢？张仁冷笑2声，我也不怕自报家仇，昨天借着卖食物为名骗我开门，结果把我老婆抢了过去，我虽然拼命反抗，但还是被他打倒了。你们问问自己，如果木凡说要送食物给你们，你们会不会开门？不少人都是一理。有没有人愿意为了自己的家人和我一起干的？嘎了木凡，解决后患，平分物资。不一会，就有21个人来到了张仁的别墅中。我们不动手，木凡就会嘎了我们。我们这是在自卫，我们是在为民除害。商量讨论到最后，众人决定晚上动手。而我很快就收到了好几条消息，都是在提醒木哥哥，张仁正在组织人对付你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可惜他们都去张仁家开会了，我不知道他们的具体计划。在他看来，只要木凡重新接受他，那木凡所拥有的一切不就是他的吗？现在张仁要抢木凡的东西，四舍五入一下，不就是在抢他的东西吗？我知道了。接着木凡搬来几个大箱子，这是啥？这是粉丝在左下角领的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， 左下角总部发来的，照着领取名单核对下，也帮粉丝验下货。左下角挺严谨。那可不，之前老有人恶意举报，现在我亲自验迹。我也在左下角领了苹果15 Pro Max，咋没看见我名字？没事，待会儿官方工作人到了帮你核查一下。您好，我是 XX 同城网点的工作人员，总部寄过来的手机核查好了吧？好像少了一批。最近多的暴雨，很多快递延误了，为感歉意增加了5000台 iPad Pro， 作为补偿放左下角，所有粉丝都能参与。你现在点左下角链接看看，有了下载注册好就有领取界面了。好的，屏幕前的观众想领的点我左下角链接，完成下载，实名注册，挂机让龙王自主吞噬零售进阶，幻化成10阶冥和龙王，2天直升500级，苹果华为随便领。林晚秋也发消息过来，张仁要对付你，你小心。对了，我昨晚码了3张，再加上修改的3张存稿，一起发给你。正当他看到血脉奔张，便让他们可以在客厅中自由行走。柳如燕和米小璐看到屋里又多了2个女人时，自然吃了一惊。大家认识一下，以后就是一家人。而我正要有所行动，却听到手机传来了报警声，同时还有通的一声。张氏他们来了。四女被吓了一跳。没什么，就是几个傻逼想要破门而入。来到地下室，我通过手机监控看到几人拿着大铁锤想破门而入。你们要可以用几把锤子把大门砸出，那我这几千万就真是喂狗了。凡，快看，这么多人在群里说在左下角领上苹果华为了。那当然，我左下角可是极速链接。张氏正盯着监控。木凡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也听到了，看到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破坏监控吗？因为我就是要让你听到、看到，让你在恐惧、绝望中迎接你的死亡。我说老张，你这人也忒没劲了，明明是你带着老婆送上门来的，而且还拿武器要杀我，抢我的家，我都没有伤你一个毛，这还不够好吗？而且你老婆也是自愿跟我的，我有半点强迫吗？听到这话，外面20人莫不露出八卦的表情，因为这和张氏之前说的可不一样。木凡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，你抢了我的老婆，居然还倒打我一巴，哼，不跟你多说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那你们也要进得来才行。半个小时后，不是普通的门，纯金属打造，而不是木质门在外面包了一层铁皮，这根本砸不破，还不如砸墙来得快。于是众人又改变了策略，很快就被众人砸出了一个洞来。什么啊？在这道墙之后居然还有一堵墙，而这堵墙还是金属的。张氏一众人都是妈了。我们小区的别墅都是这种层次的。这怎么可能是开发商弄的？是木凡那个王八蛋自己改造的。这家伙是有多么怕死，居然早就把别墅改造了。这下怎么办？众人都是束手无策。木凡，你是打定主意要当缩头乌龟吗？哼，你可以把墙壁都改造成金属的，可窗户呢？明天我们再准备一下，从1楼砸破你的窗。不过你要是现在走出来投降，我倒是可以考虑留你一条命，甚至让你保留一半的物资。见众人都想说话，张氏心中暗骂一群傻逼，然后连使眼色，于是他们就不作声了。行啊，你们明天可以试试。你们是打算白天还是晚上来？白天要做好防晒，晚上则要做好防雨。不过张老兄，你妹纸在我这里，你居然还能忍到明天，你要没什么办法了，我可就帮你了。你这个混蛋，你敢动我妹纸，我就去嘎你的女朋友。老兄，你终于提到了呀。木凡心中暗笑，你敢，我警告你，你敢碰左青青一下，我绝饶不了你。他怕张氏搞错了人，还很贴心的报出了左青青的名字。你做得了初1，我就做不了15。木凡，你是自己出来，还是我把你的女朋友带过来之后，用她逼你出来？我给你10秒时间，你自己选吧。我警告你，不要乱来。张氏哈哈大笑，向着众人道：看来我们要换个地方砸门了。众人皆是振奋无比。张氏，这是我和你的事情，为什么要把不相干的人扯进去？张氏不理，自顾自的数3、2、1，这是你逼我们的，兄弟们，走。